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嘉诚，好久没露面和说话了，最近实在太忙了，所以只能利用一些业余的时间，陆陆续续的更新了一些内容。那开始视频之前，我有一件事想问问你们，之后的更新，你们比较想看史记游戏的更新呢，还是想看虚幻引擎教程的更新呢？你们可以评论区告诉我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一看这次的史记游戏到底更新了哪些内容，要使用哪些功能是你们建议的，可以在弹幕上面打一个1。那首先是新增的部分，第一点，我们新增了全新的自定义服装功能。原先的自定义服装都是固定好的服装，我们现在可以自定义单个部位，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的搭配。我们有2个正经的角色可以选择，可以自定义他们的衣服、裤子或者是鞋子之类的部位。那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视角，方便玩家能够细致的查看。鼠标的左键可以旋转角色，那因为工作量比较大的缘故，有些角色的某些部位可能就无法替换了。那比较完善的就是这个女角色，那这个功能应该是这几次更新中工作量最大的，等于是推倒现有的，重新做一个更难的。那功能虽然是实现了，但可能会有很多 bug， 那就留给你们测试吧。真的是功能做的越多 bug 越多。那第2点，我们新增了全新的主界面的场景和动态的天气。因为这个游戏也比较无聊，所以我想着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，就搞了一个动态天气。玩家每次进入主界面都会有不同的天气，为了更好的体现这个游戏的真实感，所以干脆就连主界面的场景也换掉了。所以你们喜欢旧的还是喜欢新的呢？那第3点，老巷地图也新增了动态天气效果，玩家每次开始游戏都会有不同的天气，但是因为性能开销的问题，目前只有雨天和晴天。所以你们觉不觉得在下雨的老巷打僵尸更有感觉呢？那第4点，看看这个评论，什么时候给史记加旗袍服装？所以为了满足玩家的需求，我新增了一个旗袍女的 mod 角色，这个角色有3套不同的颜色的服装可以选择，那选择之后，角色会随机的播放几个跳舞的动画，我们来感受一下。那第5点，新增了鼠标右键瞄准的时候，我们的视野会稍微的放大一点，方便玩家进行精确的瞄准。那之后会加入倍镜和机瞄，你们期待吗？那第6点，新增了角色受到伤害之后，屏幕上会显示受伤的方向，方便玩家知道上次从哪个地方打过来了。那第7点，新增了按 ESC 返回 UI 的上一页的功能，不然每次都要精确的点击返回按钮，有点太麻烦了。那第8点，我们新增了全新的加载界面，虽然界面的排版没有变化，但是功能是重新制作了。我们能够根据不同的关卡显示不同的标题和描述，但是因为目前游戏还没有完善好，所以这一块的描述也只是暂时的。那新增部分就是这些啦。接下来是我们这个游戏的调整的部分。第1点，调整了玩家拾取子弹的方式。之前的玩家需要看向地上的子弹，精确的看向才能够拾取。那调整完成之后，玩家只需要站在子弹的附近，我们就可以一键的快速的拾取身边的所有子弹。那这样子就能够方便玩家快速的拾取子弹之后跑路。第2点呢，我们调整了近战的方式。之前因为往日不在游戏玩多了，所以把近战改成了没有鼠标右键瞄准的时候，按下鼠标左键才是近战。那很多玩家反馈这不是太好，所以我还是把它改回去了，实在抱歉让你们难受了。那改回去之后呢，近战的触发方式还是键盘的 V， 那鼠标左键一直都是射击，并且无论瞄不瞄准，我们的屏幕上都有准星。那第3点呢，又是一个改回去的功能，我们调整了手电筒的显示方式。之前的版本都是挂在枪上的，但是又因为我往日不在游戏玩多了，所以把它改成了手电筒显示在摄像机上面。那很多玩家反馈这样子很不真实，所以我还是把它改回在枪上面了。那第4点呢，我们调整了僵尸 BOSS 的血条的显示的样式。很多玩家反馈僵尸的血条太短了，不像是个 BOSS， 所以我特意把它改得长一点，然后加了一个文字描述，这样子你们觉得有没有好一点呢？那第5点呢，我们调整了分辨率的设置。上一个版本有很多玩家反映鼠标无法点击到按钮错位了，所以我删掉了可能出问题的分辨率，并增加了800×600的分辨率。那如果这样修改完还出现了这个按钮错位的问题，那记得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我好去修复这个 bug。那解决的方案暂时和之前一样，就是键盘的 F11 窗口化游戏之后重新的设置分辨率。那最后就是修复 bug 的部分，我们修复了角色在换弹的时候，如果被近战打断了，那个
个弹夹会粘在手上的 bug。那这就是本次更新的所有内容啦，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建议和游玩。虽然这个游戏一直都是我业余坐着玩的，但是我会尽力的去更新这个游戏，希望这个游戏能够越来越好吧。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边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3连加转发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好久没说话，说话的速度都变快了，拜拜。